蓝忘机也没想到这张拜帖还有使用的时候。这张拜帖他早就写好了，想着这一次没有遇见魏无羡的话，就正式到莲花坞拜访。没有人能承受得了喜欢的人讨厌自己的打击，蓝忘机也不行，所以再三思量，犹犹豫豫，他始终没有将拜帖送出去。魏无羡在房里走来走去，怎么想都不对劲，与喜欢的人待在小屋子里不香吗？蓝忘机干嘛这样？还是蓝忘机喜欢在野外活动？那也不行，之前不知道邀请过他多少次，他就是不来，外边人多，蓝忘机更不会有所行动了。魏无羡只能想办法把人往房间里拉，他没待多久就去敲蓝忘机的房门。蓝忘机道：何事？魏无羡笑笑：蓝湛，来陪我喝酒啊。谁都知道姑苏蓝氏的人敬酒，魏无羡赶在他拒绝前道：你都来了云梦了，还不入乡随俗？蓝忘机当然不喝，眼神和声音都冷得很。魏无羡只好退而求其次：那你不喝，我喝，你来陪我说说话就行。他又笑道：走啦，不然你来做客多无聊。也不知哪里说动了蓝忘机，蓝忘机答应了，与他一起回房。魏无羡的屋子东西特别多，虽然收拾了一下才去请蓝忘机，但两个这么高大的人往屋里一站，还是显得有些小。魏无羡把地上的东西踢都踢到角落，给蓝忘机空出一大片地方，邀请他坐呀，蓝湛。蓝忘机刚坐下，魏无羡就拿出了好几坛酒，道：云梦的酒也不错，但还是你们那的天子笑够味，喝了就忘不了。蓝忘机道：喝了心情会好吗？魏无羡一口酒把自己呛到了，咳了几声，看了蓝忘机一眼，道：韩光俊，想用酒就把我拐走。拐这个字似乎用的并不恰当，在别有心思的人面前还有些暧昧的感觉，但蓝忘机并没有反驳。魏无羡心里其实并不安定，看着蓝忘机就更不安定了，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。蓝忘机提醒他：魏婴，少喝些，要醉了。魏无羡撑着头，虽是喝多了些，但他从来不会醉。不过蓝忘机是聪明啊，给了他一个好借口。魏无羡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借故往蓝忘机身上倒。他摔得很有水平，蓝忘机不想接住他都不行，便只好伸手接住他，双手在他的身上扶着，站得离魏无羡还有些距离，让他的举动没有显得太失礼。他道：魏婴，你醉了。好了，三大要素齐了2项了，还有一项，怎样要蓝忘机忍不住？魏无羡故意软着身体，靠着蓝忘机的手，两颊因酒气微微泛红，双眸亮闪闪地盯着蓝忘机看。他还扯了扯自己的衣领，道：蓝湛，我好热啊。蓝忘机看看他的脸，再看看他扯得微开的衣领，点了点头。这时候为什么要点头啊？蓝忘机把魏无羡扶到床边，让他坐好，还将他扯开的衣领拉好了，道：魏婴，等我一会。说罢他就走出去了。为什么还要等一会啊？这时候是该出去的。魏无羡没找过对象，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流程。过会后，蓝忘机回来了，一手提了个巨大的水桶，桶里还冒着热气。魏无羡看他走到屏风后边，接着有巨大的水声在响，又看到他走了出来。蓝忘机一本正经地对魏无羡道：魏婴，沐浴了便睡吧。说罢他又出去了，还很有礼地给魏无羡把门关得好好的。魏无羡坐在床上，人都傻了。他魏无羡首次触及小古板，就这。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关系，魏无羡的身体很热，就连看着蓝忘机的眼神都热切起来。扶住他身体的手轻轻的，但魏无羡知道那只手很有力量，力气大到可以将他按在树上动弹不得。那日的吻又在脑海中浮现，柔软的唇舌纠缠，令人头晕目眩的炙热气息总是让人忘不掉。魏无羡一直盯着蓝忘机形状完美的薄唇，直到他越靠越近，近得要在眼前看不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慌慌张张地用手撑在蓝忘机的胸口。蓝湛，想着蓝忘机竟然那么敢，他还没闭眼就亲过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但贴上来的温度太舒服了，魏无羡觉得自己的腿又开始发软，手上也没有力气，假假地推了2下便作罢了。正吻得带劲，忽然他的头撞到个什么东西，一声巨响，魏无羡睁开眼来，眼前是自己熟悉的房梁，再看看还有他还挂在床上的腿，哪里都没有蓝忘机。
蓝忘机当然没有那么赶，是他又做梦了，还太过激动滚下了床。魏无羡抓抓头发，把跟着自己一起掉下床的被子扔了回去，有些无语。若说这是春梦，好像又没到那个地步；要说不是春梦，但气氛也十分香艳旖旎，让他的身体都起了些奇怪的反应。他低头看看自己的下半身，叹了口气，他立刻否认了这个想法。年轻气盛的男人，早上有些反应是正常的，汗梦没有关系，他还能对着蓝忘机做春梦不成？但内心燥热也不是假的。魏无羡转眼看到案几上摆着一碗汤，2下口灌了下去。每次他喝多了，江厌离都会在第2日做好醒酒汤，担心他宿醉难受，也不会叫醒他，就放在他房里，等魏无羡睡醒了自己喝便是。这醒酒汤出现的正是时候，可以醒酒，还可以给魏无羡身上那些奇奇怪怪的热度降温。已是艳阳高照，恰巧是正午时分，魏无羡肚子有些饿，刚好能赶上江厌离做的午饭。魏无羡走出院子时，特意拐到隔壁院，悄悄伸了头向里张望，里面静悄悄的，想来蓝忘机是在房里。许是刚才做了离谱的梦，再加上昨晚上蓝忘机的不解风情，让他好大意不齐，完全下不下去。魏无羡也不知在和谁赌着一口气，只看了看，并没有走进去。他才不要去叫蓝忘机吃饭，他可是云梦江氏的魏公子，在自己家有的是可以使唤的人，他凭什么要亲自去叫？走到饭厅，江厌离正在摆着桌子上的菜。和姑苏兰是有很大的不同，在姑苏的时候，他们开饭都是做到摆放整齐的案几旁，每样菜式都会分成一个个小碟小碗，独自吃自己的那份。而在云梦，都是大碟大碗的菜，通通摆到一个大桌上，大伙一起吃。江澄从他背后走上来，拍了他肩膀一下：“魏无羡，你竟然醒了！”江厌离看到他们，微微笑着：“阿羡、阿成，吃饭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昨天又没喝多少。”然后转向江厌离，笑眯眯的道：“而且我在梦中就闻到师姐熬的莲藕排骨汤的香味了，哪能不起来喝呢？”两人坐下，江厌离给他们摆了碗筷，问道：“阿羡，韩光君呢？”魏无羡撇撇嘴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正想说叫人去请吧。”那边江澄开口了：“魏无羡，你惹来的人，你能不能管管啊？”他语气不是很好，魏无羡就听不得了，一手撑着头道：“什么叫我管管？以蓝湛的教养，还需要人管？蓝忘机的教养当然毋庸置疑，世家子弟楷模，不是浪得虚名。但问题就是教养太好了。”江澄头有些疼，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大清早的，卯时啊，他就在伙房劈柴开火了。”江澄真怀疑他起得比莲花坞的鸡还早，又道：“他不睡，我们还要睡的呀。”蓝忘机一直起那么早，这不奇怪，可大清早他去伙房干什么？魏无羡道：“人家来做客，你也不能饿着人不是，晚上给他备一些吧。”听到这里，江厌离道：“这倒不是，其实我今早遇到韩光君了，还和他聊了几句。”江澄拧着眉道：“阿姐，你干嘛和他说话？”江澄这个人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是看不太顺眼的，而且蓝忘机的性格他也不喜欢，只是不想跟姑苏兰氏闹不愉快，才让蓝忘机住下的。不过说起人来，当然是忍耐不住的话中带刺。江厌离倒是与他完全不同的性子温和，微笑道：“昨夜看阿羡喝酒了，今早我就想给他做个醒酒汤，不过去到伙房的时候，韩光君已经在那里了，还帮忙劈了不少柴，连醒酒汤也做好了，我便与他道谢来着。”魏无羡撑着头的手一滑，差点撞到桌面上：“师姐，那醒酒汤不是你做的啊？”江厌离道：“是韩光君做的，我看他起得早，便告诉他你肯定起不来，担心他无聊，还想叫几个门生带他出去转转的。不过韩光君谢绝了，他说要在房里晨读等你起来，所以我还以为你们会一起过来呢。”魏无羡觉得刚才的自己简直不是人啊，居然不叫蓝忘机一起来吃饭，这回都这么晚了，要是饿坏了可怎么办？他一门心思的想着蓝忘机。江澄看他表情呆滞，在对面嚷嚷：“魏无羡，你搞什么？还醉着呀？”魏无羡忽然起身道：“我去叫蓝湛来吃饭。”转头就加速跑了。江澄坐在那奇怪道：“叫个人去请不就行了？什么时候这么勤奋了？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
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